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如果你这种镜头用的没有章法的话，就是耍花枪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。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我都要被你打成筛子了。最致命的是，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到美食的精髓。不是，我学厨师的，你跟我说我不懂美食的精髓。在中国的古代，美食并不仅仅是口腹之欲。它也是文学，是艺术，是人生的境界。比如说，你做的这道3级地汤，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厨师学校学的。能给我个椅子吗？哦，来，您坐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把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合称为3级地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广东的状元叫林少棠，他喜欢用猪肝、猪肉、猪肚熬成汤，他也将这3种食物比喻成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所以这道汤也称为3级地汤。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这些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这是一道客家菜，之前介绍过一本关于客家文化的书，在里面看到的。学到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今天呢，又给大家带来一道新的菜肴。这道菜是什么呢？就是东坡肉。哎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这道菜，但是他并不会做。那么今天呢，这道菜你是做东坡肉，那你为什么不从苏东坡切入呢？他那首《猪肉颂》可以用来串联呀。猪肉颂是什么？尽洗称，少着水，柴头掩烟焰不起。待它自熟，莫催它，火候足时，它自美。什么意思啊？回头我发给你吧。好。那你知道苏东坡做东坡肉的时候，他当时的心境吗？我跟他不熟，我不知道他什么心境。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但是他并没有沉沦颓废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在生活当中寻找着一些小亮点、小快乐。所以东坡肉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平和乐观的精神。那对了，我明天要是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，我该怎么弄呢？在世界未解之谜当中，就会问到鱼香肉丝为什么没有鱼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鱼啊？你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明天边教大家做这道菜，然后边解答这个谜题，那你这个美食节目就赢了半分了。对呀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答案啊！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告诉你吧。好。还有呢？对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
你把我拉黑了？是。为什么呀？你觉得呢？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。哦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嘛。放开我！我在这等你2个多小时了都。所以呢？圆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蓝雨见面，我也不该被他蛊惑。但我发誓，那天都是他主动的，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，主动约我见的面，还主动拉我的手。这件事情都怪他是吧？不是，我承认那天我被冲昏了头脑，毕竟嘛，我跟他谈过一场，但我保证，我今后绝不会再以任何形式跟他见面。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，圆圆，啊，你就原谅我一次行吗？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什么都行。周佳琪，你们俩有一段很难忘的过去，我理解，我也尊重你们俩，我根本就没在意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原谅和不原谅的。圆圆，那你要能这么想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得承认，那天看到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亲密，笑得那么高兴，我心里不舒服。可是这件事情，我冷静下来回想的时候，我觉得蓝雨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，她很能干，也很有能力，家庭条件又很好，所以你忘不了她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你们非常门当户对啊。圆圆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成全你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们分手了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和蓝雨谈恋爱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祝你们幸福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别跟着我。哎呀，圆圆，你就别生我气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见蓝雨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，就这一次。哎，圆圆，我绝不和你分手，绝不。圆圆，圆圆。大家都注意一下啊！注意一下，最新的综合测评结果出来了，我们重新回到了第1的位置上。观众口碑第1，节目影响力第2，社会效益第1，信息准确度第1，节目经费成本第9，经济效益第5，综合排名第1。我跟你说，起来，一会儿看看。你怎么不高兴呢？高兴啊！但是老邹现在在编委会上背书呢。那管他呢！同志们，领导背书，我们发奖金了！领完奖金吃饭了啊！吃饭啊！这个1个月前就说是白老师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。可以下，在进入下一个议题之前，我要先说一件事情。各位尊敬的编委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我决定辞去广告中心主任的职务。邱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秦海，我们广告中心为了频道下达的创收任务，拼死拼活，没脸没皮，好不容易见到了一点曙光。可是其他部门的配合十分有限，甚至有的部门还在背后拆台。这个主任，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。哎，邱主任，你这话说的可就错了。我们新闻中心不但没有背后拆台，反而在不断的给你们搭台。曝光大地房地产，就是你们搭的台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们曝光了这组新闻，
让我们失掉了500万的广告，整整500万呐！邱主任，你只是看到广告中心丢失了500万，而我更担心的是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、传统媒体受到极大冲击的今天，我们面对重大疫情，如果还是装聋作哑，那可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那你觉得是我没有大局意识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是站在一条船上的。行了，都不用争了。在党中央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出重大决策部署的关键时刻，你们却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临阵脱逃、撂挑子，这还是媒体人吗？我这不是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社会效益，还是党的喉舌吗？我们查过了，那天晚上某人就是通过这台电脑登录了何环的账户，然后删除了数据。这有监控吗？这里没有，走廊里面有。好。白老师，你说那个时候有几十个人在编辑房进进出出的，人确实太多了。要不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的，我一一帮你筛选一下。黄书记，我刚才说辞职呢，那都是气话。秋阳啊，我知道广告中心不容易，可是，在辛苦之余啊，我也建议啊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相比其他媒体，我们的优势在哪儿？能否利用技术进步，多打造几条传播渠道呢？传播方式还能否创新，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双赢？接下来我们广告中心就一定好好研究这个破圈问题。新闻中心，老周啊，最近势头不错，但是仅仅一个新闻中心，它撑不起一个电视台。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，今后我们一定要和广告中心，包括我们频道的各个部门加强沟通，加强配合。这就对了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但同时，我们也是身处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，坚定不移地推动媒体深度融合，就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。黄书记，你放心，我们广告中心一定勇于接受挑战。还是那句话，内容永远是根本，融合发展必须内容为王，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。黄书记，您放心，我们新闻中心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。500万的收入就这么没有了，这不给个说法吗？我都被黄书记批了，你还想要说法？为什么要批评你呢？说我们有点本末倒置。可是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工作呀。我们是广告中心，创造广告收入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但绝不能因为这点广告收入而牺牲了频道的影响力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，但是如果广告任务完成不了，频道的生存都会是个问题，这事儿怎么平衡呢？是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的任务是经济效益为重，但是也不能因为经济效益影响了社会效益。那这事儿挺难的。是啊，只能迎难而上。明白，那我去忙了，主任。来啦！嗨，环姐，怎么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不用换鞋了。来的太突然了，家里太乱了。你想喝什么？咖啡、红酒还是茶？是你干的对吧？不是我干的，我猜就是你。哎呦，那个视频不是我删除的，
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视频？我从头到尾没说过视频，而且我视频是被删了，不过只有我、白杨和林静兰知道。就是林静兰告诉我的。喝水吧。其实我的视频删了，新闻中心很多人都知道，唯独林静兰。这2天她请病假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登录密码？我没有你的登录密码，但是我见到过你手机的密码，还有车辆登记证，还有您当时的原始购车发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您的银行卡。我往电脑里面输入试了一下，就成功了。你知道这样会连累我吗？我知道，欢姐。你系统里面的东西没有了，大家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怀疑你，这一点我想到了。但是那段时间你不在台里，我想你应该是可以洗清你自己的。就算我真的能洗清我自己，也改变不了你陷害我、给我挖坑的事实。我知道，欢姐，是我着急了，我当时真的急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会这么做？对不起，欢姐。这件事情你会往上报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件事情很重大。我知道，欢姐，但是不要，我求你了，欢姐，你不能。如果这件事情你报上去，频道一定会开除我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公号，你当时就不该这么做。是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欢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真的，你得帮我，欢姐，你一定得帮我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欢姐，你别生气，欢姐。喂，白杨，我知道是谁。什么知道是谁了？我跟您说吧，在整个二手车市场都没有一家公司能出到65的。我出。喂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知道是谁，是你的粉丝了。我妈的一个小姐妹特别喜欢你，想要几张签名照。可以啊，回头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一件。好吧，要多少都行。那你记得给我啊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好，我是通车闪送，有你的快件，请下楼取一下。赵女士是吧？哎，您等会儿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们的技术能不能从体态或者是步态上分辨出一个人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姐，签字。我这个也要签下字。姐，还在查那个删除视频的人啊？对，
我有个哥们儿在咱们用的飞编系统的公司上班，据说这个系统就是有 bug， 经常自动删除素材。是吗？啊，实际现场也被他坑过了。哦。婉秋，我这工资卡突然多了3万多块钱，这什么钱啊？稍等一下，何老师，我给你看看。没错，你的提成到账了。什么提成啊？林度家居那个扣完税3万多。林度家居跟我没有关系啊。1个月前，广告中心赵媛媛交过来的单子上，填的是你的名字。1个月前，是赵媛媛填的。对呀。你收拾东西，是准备走吗？反正都要被开除了，提前收拾呗。你不会被开除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去平大举报我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虽然你删除了那个视频，但是那视频被我找回来了，而且新闻也顺利播出，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可是我这样做，实质上是在陷害你啊！比起你之前对我的慷慨和善意，可以抵消了，甚至绰绰有余。你真的原谅我了？但有个条件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跟你保证，这一定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就让这件事情成为你我之间永远的秘密。啊！天哪，欢姐，啊，真的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是你也对我太好了。林度家居的提成我刚刚收到了。这么快啊！我还以为这笔款要到下个月你才能收到。看来咱们的会计比以前效率高多了。你根本不需要这样。不，如果没有你，林度家居的案子我根本就拿不下来。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你的。这钱我先收下了。我现在确实有点太缺钱了，但是你的这份情我会慢慢还的。我们还是朋友？当然。天哪！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，我心里好难受，我比跟周佳琪分手难受多了。我不是因为要失去这个工作我难受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谢谢你那么看重我。跟周佳琪分手了以后，我马上就拿到了这笔500万的单子。我真的以为我有了钱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但是当你跟我说我们不再是朋友的时候，我难受了，真的。你看，所以你眼里不光是只有钱啊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你就不会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唐尚怀的非分要求，也不会把林度家居所有的提成都给了我，更不会
在我要跟你翻脸的时候，你这么难受，对不对？在我的世界里，钱肯定排进前3了，但它肯定不是第一。行了，别难受了，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那5万块钱退给你的时候，我就有预感，这500万的广告，你很可能是签不下来的了。其实大地房产他们的精装修问题，如果就不是白羊，其他的媒体也是会报的。但是我觉得反而爆出来之后，是你拿下这个客户的最好机会。给你做了个策划参考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花姐，谢谢。客气什么？我们是朋友嘛。行了，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吧。制片人，喏，您的申请人力资源部已经通过了。每天1次，每次3片，口服。如果发现副作用明显的情况下，请及时跟医生联系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没事儿。这个1天3次哈，是一次就3粒。我知道。同志，麻烦你们有什么长那种棍子啊，什么筷子什么的吗？哎，小王，把那个鸡毛掸这个用一下。谢谢。哎呀，就1颗药丸，至于吗？至于。这1颗药200多呢，哎呦，那么贵啊！钱还不是问题，这是救命的啊！喂，何老师，我是人力资源部的小邓。现在通知你，由于你实习期间表现优异，破格录取你为新闻进行时的正式记者。谢谢。好的，再见。这个串联词还是没看清，中间再加一个滚段。对，就是之前在路上有。效果特别好。所以你看一下我这边。我这边 OK 了。你是真不记得，还有谁知道你的账户登录密码了吗？你还在查这件事情？我知道不是你。事情都过去了，算了吧。不想说。不想说，我也知道这件事跟赵媛媛脱不了干系。
那是他的客户。我接到人力资源部通知了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妈妈的药已经拿到了，今天会开始吃。这个必须谢谢你吧？也不用。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你也会一样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早还给你的。不用了。这怎么还不用还了呢？你要真觉得欠我人情的话，就多跑2条好新闻给我。你的生活里真的只有工作吗？我是觉得工作不能占你生活的全部，你应该有家人、有朋友、有爱人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又不是说一定要你去相亲结婚。说真的，经历这件事情，我深刻地感受到，过去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。真到生死关头，你放不下的也不会是金钱、名利、价值感、成就感，而是情感。我到了。哎，如果就像你说的，我要有朋友和爱人的话，你还愿意做我的朋友吗？我考虑一下吧。今天的房产在线就到这里，我是圆圆，我们明晚不见不散。辛苦了，完美收工，大家辛苦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明天见啊。到门口了，马上就到。我这边一直跟进，他也没个消息，烦死了。最近加班都看不到了，下班可能早，干嘛去了？嗨，张科，你给我发微信什么意思啊？放心吧，我要告发你，我早就去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就是想知道真相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和我想的差不多。你能帮我保密吗？那要看你怎么收买我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次约会。我请你吃饭，地方你定。那可不行。我的意思是，这顿饭我来请，我会挑一个气氛好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喝点酒，聊聊人生，聊聊彼此，也聊一点真心话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圆圆，是我。有事吗？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咱们约个地方见面吧。
就今天晚上吧。好啊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那我找好地方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好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需要你帮我解答一下。怎么了？那个暗访视频我明明都已经删除了，为什么还可以正常播出啊？据说，是咱们那儿接热线的春燕儿，帮忙搞了个备份。原来是这样。春燕儿，哎，我这儿有些票，帮我贴一下吗？哦，好，哎，这儿还有。行，还有吗？你看一下哈。兄弟，有个事儿，晚上的直播帮我顶一下。哎呀，今晚上我约了人打球啊。哎呀，帮忙，真的很重要的事儿。难不成是终身大事啊？算是吧。行，你都这样说了，今晚上我帮你。谢了啊，回头请你吃饭。这样，哎，我去准备着。行，交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我定个2个人的位置，要最好的。好，谢谢，6点半准时到。哎，圆圆，餐厅位置我定好了，我微信发给你，我们待会儿一起出发，你不用开车，坐我的车就行。行，6点台门口见。哎，田姐，我是这样的，晚上我有一个活动，我想托你帮个忙，给我配一条领带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下来。好。何老师，怎么了？谁惹着你了？我知道是谁删了你的视频。谁？赵圆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机房自学怎么用编辑机，然后虽然他戴着个帽子眼镜儿，但是他那股妖气搁无里地都能闻到。妖气能代表什么？你别想。是他，肯定是他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可是他害得你差点丢了工作，而且他还把张科给……这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别管了啊，已经过去了。他这种黄山毛疯居然不会受到惩罚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黄山毛疯，绿茶极品。你车里的车载香薰不错啊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这个应该也是你喜欢的。谢谢啊，我正好渴了。我只愿朝着光，这个应该是你最喜欢的。让你，你没事吧，张科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只要看了你朋友圈，就什么都知道了呀。
谢谢。高兴。怎么样？这儿这么热闹，这可是吃川菜风景最好的地方。真是不错啊！哎，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找到的？跟你约会，当然要用心了。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落日。哎，这么看，刚才我坐那么长时间车都是值得。今晚的业绩会让你觉得更加值。哎，张哥平常在单位里我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能说的啊。都能与您环环相扣。阳光推开疲惫的乌云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成记忆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思绪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？漂流过人海的崎岖，相遇有多幸运，幸福让